尾巴作为美味食材而遭到不法分子捕捉与切下，但整个过程自己都不会察觉。欢迎回到卡赫的宝可梦图鉴，本期视频将要介绍的是呆呆兽。呆呆兽图鉴编号79，英语学名为 Slowpoke， 直译就是迟钝的人，非常简单粗暴的名字。而日语名字 Yadon 则是合成词，取自 Yadokani 与 Donkan， 后者相信非常直白，形容的便是呆呆兽本身迟缓的动作，而前者 Yadokani 意为寄居蟹。这点在呆呆兽身上并没有怎么体现，但呆呆兽的进化型呆壳兽的外观上，身后拖着一个陀螺状贝壳的身影，便不难看出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名字。属性上，呆呆兽拥有水与超能力的复合属性，分类为憨憨宝可梦。没错，官方图鉴上就是这么分类的，也是唯一一只被分类为憨憨宝可梦的物种。又圆又大的眼眶里有个非常小颗的瞳孔，给人一种目光呆滞的感觉。奶油色的嘴里也可以在上颚处看见2颗牙齿，四肢较为短小，手脚各有1根爪子，有着圆润又长的尾巴，末端比起肤色的颜色稍微来得淡一些。异色呆呆兽在皮肤上的色调会比一般品种稍微偏淡，呈淡粉色。一般人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分辨出普通种和异色种。呆呆兽的栖息地多为水边，多数被目击到时均处于发呆的状态。根据关都地区的图鉴描述，总是在发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趣的是，即使过了20年，帕迪亚地区的图鉴依然沿用一模一样的描述，也就是说，人类过了20多年，依然搞不明白呆呆兽发呆时在想什么。呆呆兽的主要食物为鱼类宝可梦，因此虽然看起来呆萌呆萌的，但其实是钓鱼好手。呆呆兽会在尾巴末端分泌出甜味，泡在水里后甜味将渗出，用以吸引宝可梦并将其钓起。但这项特技却时常败给呆呆兽那不怎么长进的记性，经常会出现钓着钓着就忘了自己原本在干嘛。至于为什么能够用尾巴来钓鱼，那是因为呆呆兽的感知非常迟钝。成都地区图鉴这样描述，就算有什么东西咬住了尾巴，它也一整天不会注意到。当然，呆呆兽自身也有一定的本钱，能够让它不在意尾巴被咬这件事。阿罗拉地区图鉴描述，长长的尾巴经常被揪断，因为也不会觉得特别痛，马上就会长出来，所以也并不在意。不仅如此，根据此图鉴的说明，还表示了呆呆兽的尾巴在阿罗拉地区甚至还成为了当地美食。美味的尾巴也为呆呆兽招来了一定麻烦。曾经成都地区的快皮镇就有发生过犯罪组织火箭队为了得到尾巴而大量搜捕呆呆兽的事件。尾巴招来的不只是火箭队，在呆呆兽的栖息地也有另一物种非常喜欢吃呆呆兽的尾巴，那就是刺甲贝。喜欢的程度甚至可以偶尔目击到刺甲贝爬到陆地上来寻找呆呆兽。而刺甲贝的幼体大蛇贝则是与呆呆兽有着微妙的关系。当呆呆兽的尾巴被大蛇贝咬住时，便会触发进化，两者合二为一，进化成呆壳兽。若是不小心被咬住头部，则是会刺激呆呆兽的大脑，从而进化成较为聪明的呆呆王。另外，关于呆呆兽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成都地区的快皮镇流传着呆呆兽的哈欠会招来雨天，所以当地也会供奉并视呆呆兽为圣洁的宝可梦，因此城镇中经常可以看见呆呆兽的身影。呆呆兽感知迟钝的特点，在对战中却有意想不到的用处。一些个体的迟钝特性不会为对手的挑衅、诱惑和威吓做出任何的反应，而一些悠哉的个体带着我行我素的特性，则是不会陷入混乱状态，也一样不会被对手威吓。少数个体则会应用再生尾巴的能力，发展出再生力的特性，被训练家收回精灵球时会顺带为自己恢复体力。除了一般品种，在加勒尔地区的凯岛被发现生活着与一般个体长得不太一样的呆呆兽，外观上与其他地区的品种长得差不多，可是头部和尾巴末端的肤色却呈明显的黄色，其中额头还有着3条类似皱纹的横纹。
此外形的来源经考究为很久以前来到凯岛的呆呆兽非常喜欢生长在凯岛被称作加勒豆蔻的植物种子，这是当地料理不可或缺的一种香料。而呆呆兽世世代代摄入的加勒豆蔻成分，则慢慢的积存于体内后，导致头部和尾巴慢慢的呈现出现今我们看到的黄色。这地区的呆呆兽异色个体则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异色个体，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原本就发黄的头部和尾巴则更深一步的发黄，来到土黄色的样子。而此形态的呆呆兽则被称作呆呆兽加勒尔的样子，依然维持着躺在海边发呆过日子的习性，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呆呆兽，加勒尔呆呆兽在世代累积下丧失了水属性，成为超能力单一属性宝可梦。以往其他地区的呆呆兽尾巴会渗出甜味，加勒尔呆呆兽却因为豆蔻的影响，尾巴的味道转变为辣味。除了尾巴，豆蔻也刺激了加勒尔呆呆兽的大脑，时不时会浮现一些非常厉害的点子，使得它们偶尔会露出非常锐利的目光，但很快便恢复到原本发呆的表情。这是因为基因里记性不好的特征依然存在，所以即使浮现出厉害的点子，过一会便会完全忘光光。由于吃得太多加勒豆蔻，一些个体也丧失了迟钝的特性，演化成了贪吃鬼的特性，稍微饿着便会开始吃身上带着的食物。对战中则是体现于体力比一般宝可梦还高的时候，便会吃掉训练家让他携带的树果。那么本期视频就如此来到尾声，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或订阅，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卡赫的宝可梦图鉴。